奉丰城政府令，行政院秘书长夫人沈令仪女士乐善好施，人心昭彰，特任命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。此状。凭什么？都是沈家的女儿，我的丈夫是个纨绔子弟，终日与舞女厮混，还将我扫地出门。这贱人却风光无限，凭什么？定不负各位善长人文所托。气死了！小姐，都给我去死！秋月，周立川，你好狠！死人了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严重？这是我出嫁前的闺房，没有伤，去哪儿了？我重生了，回到嫁给周立川之前。小姐不好了，小姐，二小姐她非要抢您的婚事，她要去嫁给周先生。秋月，秋月，真好。小姐，你还活着，别怕，这辈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害。小姐，你做噩梦了，没事儿，秋月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可是婚事放着大帅府不讲，要嫁给周立川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知道周立川未来会飞黄腾达？蠢货，你只看眼前的风光，却不知道那是一条噬人的毒蛇。他想抢，给他。周立川这份大礼，我沈灵仪亲手奉上。走，我们去厅堂，成全我的好妹妹。曼姿，你疯了！少帅府的富贵不要，去抢周家的那个破落户，他爹就是个败光家底的奇人遗老。你懂什么？周立川是潜龙在渊，下个月公派留洋考试，他必是榜首。到时候学成归来，在行政派成了秘书长。那个大帅府整天吃喝嫖赌的顾云飞，给他踢鞋都不配。我不管，你们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果然，重生的优势就是你的催命符。小姐，这二小姐也太过分了，平时抢东西就算了，连夫婿……夫婿，那是条毒蛇，正好让他们锁死，互相折磨。夫妻母亲。妹妹既然如此心仪周公子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女儿愿意与他交换，嫁到大帅府。什么？什么？小姐，顾云飞可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啊，他跟很多女人都牵扯不清的。纨绔子弟？我记得上一世顾云飞主动请缨随大帅出征，这样的人真的会是一个纨绔子弟吗？算你识相。像你这种蠢货，怎么配得上立川哥哥？妹妹说的是，但愿妹妹得偿所愿之时，莫要后悔今日的慧眼识珠。罢了罢了，既然这样，曼姿嫁到周家，令仪呢，作为嫡长女，按身份来说呀，原本也应该嫁到大帅府。这样，3日后一同出阁。谢父亲。是。沈令仪，这辈子慈善总会长的荣耀是我的。沈曼姿，你以为上一世周立川是因为他自己的本事才当上秘书长的吗？如果不是我帮他筹划，他不过是一个废物。周立川的宠爱，你可要好好享受。少帅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哦，
人人都对我这个纨绔子弟避之不及，这沈令仪居然肯主动出击，倒是有点意思。沈令仪，你现在的风光只是一时的，很快你就会跌入谷底。好，今天呢是你们姐妹出阁大喜的日子，望你们各自珍重，严守妇道，相夫教子，不要辱没了我沈家的门楣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，我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。立川哥哥，他饱读诗书，温文尔雅，一定会对我很温柔的。夫君，你干嘛盯着我看啊？你们沈家把嫡女换成庶女，是不是看不起我周立川呢？不是的，夫君，我是爱慕你，才请求父亲把我嫁给你的。爱慕我？嗯。顾云飞就能娶一个嫡女，而我周立川却只能娶一个庶女。全城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就是因为你。怎么会这样？这跟我想的完全不同，不可能！周立川他不可能会这么对我的，他是因为喝多了才会这样。对，一定是因为喝多了。沈曼姿，你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身处地狱了吗？顾少，今天可是你的新婚之日，就这么把我带进府，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老头子非要给我娶一个什么大家闺秀，肯定是一个无趣的木头。没有微微你善解人意，温柔可人。秋月，秋月，顾云飞。虽然上一世她是我名义上的妹夫，但我却从没有见过她的真人，只是在她上战场那时，匆匆的瞥见一眼。这双眼睛清澈沉静，没有想象中的惊慌失措，与我打探的情报中温婉怯懦的闺秀形象相去甚远。多谢少帅。好快的反应，这身手绝非沉溺酒色之徒能有。哟，这就是我新娶的少奶奶，模样倒是不错。可惜我不喜欢木头，我就喜欢微微这样识趣的。少帅，您吓死人家了。新夫人没事就好。我来就是告诉你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在这帅府好好的做你的少奶奶，我保证没人敢为难你。该有的体面一样不少。我呢，在外面该玩玩，咱们互不干涉，相安无事。少帅此言正合我意。
不过，少帅既知规矩礼数繁多，就更应明白，体面二字非一人之事。帅府清誉，大帅与夫人的颜面皆系于此，所以还望少帅稍加收敛，不要与人口实，徒增长辈烦忧。他不在乎我这个人，甚至不在乎我有多少股份，他在乎的是帅府少奶奶这个位置带来的庇护和权力。这女人头脑清醒的可怕。沈小姐果然明事理。那帅府的体面，就拜托沈小姐多费心了。分内之事，夜深了，少帅与小姐请自便，妾身要休息了。他好像对这个新夫人很感兴趣。小姐，姑爷太过分了，他这样不是明摆着让全府上下的人看见笑话吗？您可是明媒正娶的少奶奶，这才第1天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秋月，眼泪和委屈是最无用的东西，记住，自从我们踏进帅府，我们就不再是沈家小姐和丫鬟，这里是我们的战场。别人给的体面是镜花水月，一碰就碎。只有自己挣来的东西，才真正是自己的，谁也夺不走。那小姐打算怎么做？娘，你总说乱世容不下太厉害的女子，可这一世，我就想要靠自己闯出一番名堂。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母亲言重了，儿媳进入帅府，当以阖家安稳为重，些许小事不足挂齿。还以为他会打我的小报告呢。哟，挺热闹啊！一大早的开家庭会议呢。逆子，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？日上3竿才起，衣衫不整。昨夜你干的好事儿，现在还有脸在这里嬉皮笑脸？哎呀，您消消气，儿子这不是应酬太晚累着了吗？再说，您不是找了一个能干的儿媳妇吗？这管家的事情能替您分忧了，您就享享清福，别老盯着我这点小事生气，气坏了身子。不知道小事儿，你管这叫小事儿？你留新娘独守空房，去跟一个舞女鬼混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你还有没有点廉耻之心呢？你对得起令姨吗？你这个逆子，老子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看我不打死你！老爷，父亲放松，别用力。秋月，把我的药箱拿过来。是。好多了。银针这手法绝非一日之功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儿媳幼时曾随一个隐士名医学习，方才只是暂缓其痛。母亲，若您信我，明日起儿媳每日午后为父亲施以针药结合，辅以特殊推拿，1月之内，儿媳有70%把握，让父亲摆脱痛苦枷锁。顾振北这样的英雄，实在不应该受这样的痛苦折磨。信，妈信你，100个信你。令爷，我的好孩子，你就是我顾家的救星。周妈，把人都带来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我大帅府上下为少奶奶之命侍从，府库钥匙、人员调配，一切开支皆由少奶奶定夺。谁要是敢对少奶奶有半分不敬，家法伺候，绝不姑息。
下去吧。是。老头子的腿，你确定能治好？让他不再受这活罪？自然，只要父亲配合治疗，1月之内痛处可退，行走如常。好，沈丽仪，只要你能治好老头子的腿，无论你想要什么，我顾云飞上山下海，在所不辞。少帅言重了，我只需你允我一件事：3日之后，我回门沈家，你需与我同往。如此简单？就是如此简单。好，3日后，我陪你回门。姑爷不是答应了慧穗小姐一起回门吗？怎么还不来啊？顾云飞，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哎，不行，我很着急，是关于我妈咖啡店的事。明明是回自己家，他却好像很为难的样子。等我回来再说。是很紧急的问题，我需要跟你商量。我们走吧。呀，姐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少帅呢？不会又在陪哪个红颜知己吧？不然怎么连陪你一起回门的机会都不肯给啊？哎，令仪呀，不是母亲说你，这女人呐，嫁了人第一要紧的就是抓住丈夫的心。你看看你，哎呀，这新婚才几日啊，就闹得少帅啊连门都不陪你回，这传出去，我们沈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老爷，您说是不是？令仪，顾少帅为什么没有回来？你是我沈家的嫡长女，代表我沈家的体面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就是，你看利川多体贴，姑再忙也陪着。再瞧瞧你，哎，真是同人不同命哦。怕是连帅府的下人都瞧不起你这个少奶奶吧？岳父大人说的是，这为人妇者，当以夫家为重。想必顾少夫人在帅府着实清闲了。姐姐，你就别硬撑了。顾云飞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纨绔，她现在心里只有那些莺莺燕燕。上一世啊，不，我是想说，你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，你就是一个空有头衔的弃妇。真是我的好父亲，你还是与上一世一样，依然选择在他们欺辱我时递上刀子。你们胡说，我也答应过小姐会来的。秋月，少帅因为公事繁忙，抽不出时间来，也多谢各位长辈对令仪的关心。少帅对令仪很好，妹妹，你如此关心少帅与我的关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对他有非分之想。毕竟你与他的婚约……沈令仪，你别胡说！没教养的东西，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？曼姿她是关心你，你还想往她身上泼脏水？就是，不识好人心。令仪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自己的妹妹？孽女，你自己没本事，还敢在这里尖牙利齿，顶撞长辈，污蔑你妹妹，你还不赶快向你妹妹和你母亲道歉！母亲，我的母亲已经过世了。你这个不孝的女儿，还敢顶嘴！我看谁敢欺负我夫人？你这个不孝的女儿，还敢顶嘴！我看谁敢欺负我夫人？有心伴野兽被乌云笼罩，随空气流窜。从来没想过有一天，有人可以这样挡在我面前。我不过是去整理了一下回门的礼物，怎么不等我一下，就自己先来了？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吧。是很紧急的问题，我需要跟你商量。我会尽快回来的。我怕误了时间，就先过来了。
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来？老子想来就来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多言？同为沈家女儿，怎么我夫人就如此明事理、识大体，而有些人却只学会了些拈酸吃醋、搬弄是非的市井妇人之谈？上一世，顾云飞不仅没有陪我回门，甚至视我为无物。怎么这一世？岳父大人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啊？我这夫人端庄贤淑，蕙质兰心，刚才受到了那般无端的指责，竟也不急不躁，这份气度涵养，连我顾某人也自愧不如。想来这绝非是寻常门户可以教养出来的，必定是继承了早逝岳母的遗风吧。我听闻这岳母大人可是真正的名门闺秀，风华绝代，可惜啊，福薄了些。贤婿，你过誉了，你比他确实像他母亲。哎呀，少帅说的极是，大姑娘从小看着就沉静稳重，一看呐就有大福气的啊！就是，少帅和大姑娘这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啊！我们方才也是关心则乱，胡乱说的，大姑娘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少帅公务如此繁忙，还能亲自陪夫人回来，可真是情深意重，体贴入微啊！真让人羡慕啊！把我给岳父家备的玻璃台上了。少帅太客气了，这真是大手笔啊！可见少帅啊对令仪的看重，真是好福气呀，好福气！不可能，顾云飞怎么会对他这么好？这本该都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哦，对了，岳父，既已回门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去祭拜一下岳母大人的灵位，以选礼数，还烦请岳父派人引路。他竟会细心体贴到这个地步，祭拜我的生，这远远超出了一个合作丈夫的责任，给予了我前所未有的尊重和体贴。自从我嫁入沈家成为继室，处处要强，没人敢在我面前提起原配夫人。此时顾云飞突然提起祭拜，简直就是当众打我的脸。哎呀，贤婿你太有心了，这个祠堂离得很远，今日祭拜长辈何惧路远？还是说我这岳母大人的灵位不方便让我这个女婿去见？没有，绝不会这样。那个，我去啊！我先去就行。来，快去祠堂，将大夫人的牌位移至偏厅，仔细擦拭干净，备好贡品。是。母亲，我来看你了。女儿如今很好，你放心，这一世，女儿绝不会再重蹈覆辙，定会活出个人样来。岳母大人在上，小婿顾云飞今日前来祭拜，令仪既已嫁入我顾家，便是我顾云飞的妻子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一日，便不会让她受人欺辱半分。她在沈家或许曾有不如意，但在顾家，她会是名正言顺、无人敢轻视的少帅夫人。此言天地共鉴。这一刻，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，身边的这个男人与外界所传言的完全不同。还有一封词，听你说。
今天在沈家口无遮拦，撒泼打横，让贵妃看我笑话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沈家二小姐？你现在是我周立川的女人，你的言行代表着我，这个废物！夫君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怪沈灵仪她。你还敢提她？要不是你非要改婚，我能娶你这么一个丧门星啊？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净给我惹祸！都是沈灵仪，都是她的错。如果不是她故意激怒我，我怎么会失态？如果不是她抢了原本属于我的风头，立川不会生气打我。对，都是沈灵仪害的，她不得好死！今日之事，多谢你。要不要去我屋里喝杯？顾少，等您好久了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啊，少奶奶也在。现在有时间陪我了吧？你还真是粘人呢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。你忙去便是。我答应父亲今日治疗。时辰差不多了，我先回房了。她怎么能做到这么平静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亲近？她倒是大度。小姐，吴野他也太过分了，这才刚回来，那白芦苇她分明就是……无关要紧事，不必多言。今日回门，少帅履约助我，我也该兑现我的承诺。现在治好父亲的腿伤是最要紧的事，将我备好的药箱和艾灸条送到大帅府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母亲、父亲，我现在为您开始进行第一次正式治疗。好，你说怎么做，我们全力配合。哎，等等，大帅夫人，请恕老奴多嘴。这腿伤，连洋人医生都束手无策。少奶奶年纪轻轻，又是闺阁小姐出身，这银针可不是绣花针，万一扎错了地方，伤了经络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大帅的身子可经不起半点折腾啊！少奶奶，不是老奴不信你，只是这事关大帅安康，非同小可。你若只是为了表现孝心，端茶送水、伺候汤药便是，没必要用这般凶险的法子。若是出了差错，您担待得起吗？周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小姐是真心想要为老爷治病的。父亲、母亲，令仪绝非儿戏，若是畏惧风险而放任不管，父亲才真的常年会受噬骨之痛。请信我。周妈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是令仪是我的儿媳，我信她，让她治。令仪，放手去做。老爷，老爷，少爷，您看看，您看看呀！少奶奶这不是在治病，这是在要大帅的命啊！您看看大帅多痛苦，扎了几针就成这样了，他安的什么心呐？云飞，这你有几分把握？10分。继续。周妈，退后，不得干扰少奶奶治病。
老爷，痛了，是痛了，那股钻心的痛，好像一下子被冲开了。老爷，是真的吗？真的有效？是我该死，冲撞了少奶奶，请少奶奶恕罪，请大帅夫人恕罪。我也是太过担心大帅的身体，一时情急才。无妨，周妈忠心为主，其心可悯。只是医学之道看似凶险，实则是破而后立。是，少奶奶教训的是，我知错了，不过是一时侥幸，得意什么？咱们走着瞧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，我这条老腿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吵吵嚷嚷的，吓我一跳。老头子，你刚叫那么惨，我还以为你真要驾鹤西去了呢。这不没事了吗？命挺硬。你这个混蛋玩意儿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老子还没看见你给我顾家传宗接代，闭得上眼吗？混蛋，看着你就来气。行，我这就滚。哎呀，这孩子就是被我们惯坏了。他竟然真的做到了，沈灵仪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顾云飞对这位新夫人好像不太一般啊，为什么心里会觉得有些不太舒服呢？我不会是喜欢……哎呀，冷静，白露薇，你是21世纪的独立女性，你的目标是赚钱、站稳脚跟，然后海阔天空，任鸟飞。顾云飞可是有妇之夫啊，但是其实他和沈令仪也不算夫妻吧？婚前连面都没见过，完全就是封建糟粕包办婚姻。沈令仪不过就是个被封建礼教精心雕琢出来的花瓶，他懂什么是自由，什么是自我价值。顾云飞怎么会喜欢他？白小姐，周妈，有事吗？白小姐，有些话老婆子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周妈有话直说就好。我就是替您不值啊！您看您年轻漂亮，这突然进了一位少奶奶，仗着家世好，这眼睛都快长到头顶上去了。只怕以后啊，更是要作威作福。若是让她站稳了脚跟，分了少爷的心，只怕您不如拿我当枪使。姑奶奶，我刷过的宅斗小说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周妈，顾少喜欢谁是他的自由，我哪干涉得了？更何况我是顾少的客人，他再容不下我，也不会在明面上对我怎么样。倒是周妈你呀，可得注意一下，她毕竟是这顾府的少奶奶，你做下人的要是被穿小鞋，可就麻烦了。谁是这把枪还不一定呢。没用的东西，空长了一副好皮囊，还以为是个厉害的，指望着他跟那新来的少奶奶打对台，我好从中得点利。哼，看来还得我亲自上，总不能真让姓沈的小蹄子在帅府里站稳脚跟，作威作福。小姐，这白小姐在跟周妈嘀咕什么呢？不会是想害你吧？害我？那尽管让她试试看。小姐，这也太过分了！早饭就给您送这个，连个像样的点心都没有，咱们不能一直这样忍气吞声啊！不着急，很快就会有人主动把这个立威的机会亲自送到我面前，到时候一并算清，岂不是更好？少奶奶，周妈和账房的人来了，说是夫人吩咐，请您看看账本。瞧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让他们去客厅等着。是。少奶奶，这是府上近3年的账目，夫人吩咐了，以后都交由您来过目，您慢慢看，若有不明白的，尽管来问我。小姐，
这么多账单，无妨。装模作样，看得懂吗？哼！张管事，上个月15采买上等官宴10斤，支出大洋200块，是吗？是，少夫人，因为夫人需要用这些，所以才买的，都是最好的。最好的官宴，如今市面行价最高的不到12块大洋1斤，即便加上车马脚力，10斤之数，130大洋已是顶天。你这200大洋多出来的70大洋，是付给了哪家金字招牌的燕窝，还是付到了某些人的心里？哎，少奶奶，这市价时有波动。周妈不必着急解释。去年腊月采买银霜炭100担，支出账目1000大洋。这100担银霜炭竟要1000大洋，这炭是镶了金边，还是把它当成金子买？这帅府的账目漏洞不止1、2，虚报价格，以次充好，中饱私囊。甚至每日采买食材都需要克扣1、2，抬高市面行价。周妈、张管事，你们就是这么为帅府当差的吗？这账本的学问还真是不少。周妈，你说是吗？少奶奶明察，定是手下人做事不仔细，我回头一定严查。不必回头，就今日。秋月，把所有涉及的账目、原始票据、入库信息，还有厨房每日采买的明细，全都一一给我找出来。今天就在这儿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。是。周妈，经查证，过去3年，你利用采买之便，与张管事等人勾结，虚报价格，克扣银两，中饱私囊。共计贪墨大洋1200余块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少奶奶，你不能血口喷人。我在顾家伺候了30年，是少爷的奶妈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您刚当家就想用我立位，也不能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啊！莫须有，白纸黑字的票据，还有张管事等人的口供，都是假的。仗着是老人，就可以无视府规，诛空帅府吗？就算有那么一点小疏漏，那也是老奴一时糊涂，少帅都不会把我怎么样。你一个刚进门的媳妇儿，你敢动我？放肆！帅府规矩，贪墨者革职逐出，杖罚20。你身为老人，知法犯法。来人，给我掌嘴20，革去所有职司，压下去，等待发落。我看谁敢动我！哼！秋月，你来。给我打，打到他长记性为止！你敢打我，你小贱人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！少帅，救救我呀！少夫人，她要打死我，我冤枉啊！哟，这么大场面呢，怎么了这是？吵得爷头疼。少帅，他污蔑我贪污，还对我动用私刑，要为我做主啊！夫人呐，这周妈毕竟也是老人，就算有什么错误，也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吧。少帅自己看看吧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贪墨数额巨大，以府规当严惩，妾身只是按规矩办事。哎呀，就这么点破事，贪了就贪了呗，吵吵嚷嚷的，烦死了。这样，打发去庄子镇养老吧，怎么说也是我奶妈。爷回去补觉了。
少帅，少帅，少帅他竟然不帮我，就把我打发了。少帅既然发话了，就按少帅的意思来办吧。来人，把周妈给拖下去，发往城外的庄子，好好养老。少帅，是。少帅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少帅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少帅，我伺候你30年了。少帅，今日之事，望大家引以为戒。帅府的规矩不是摆设，安分守己者，帅府不会亏待。心怀鬼胎者，周妈就是下场。大家都散了吧。看来这个沈令仪不简单。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？要是被人看见怎么办？沈二小姐，少说这些没用的，快给我钱！钱？我凭什么给你钱啊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因为你才落得这个下场。当初要不是你安排我，给他沈令仪一点颜色看看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使唤过你？你想过河拆桥啊，沈曼姿！你想不认账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被大帅赶出府来？你给我钱，快点，别磨叽！小姐，您猜的果然没错，周妈背后果然有人指使。是谁？是二小姐沈曼姿。果然是她。小姐，您真是太神了，怎么会早就猜到是沈曼姿在背后搞鬼？我还以为是白小姐在背后搞鬼呢。白小姐，我与她最大的矛盾无非就是少帅，我不想和她争。沈曼姿上一世嫁入帅府，只有她才清楚帅府的事情，知道什么人可以利用。二小姐也太恶毒了，在娘家时就处处与您争抢，如今都各自嫁了人，她还在背后使这种下作手段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告诉少帅或者夫人？无凭无据，单凭你一面之词，他绝对不会承认。那我们总不能任由他在背后使坏吧？小姐放心，秋叶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，一定办的神不知鬼不觉。去吧。沈曼姿，你越是节度，越是折腾，露出的破绽就越多。我就让你先得意，你爬得越高，将来才会摔得越重。我接着喝。没喝多。这是怎么把少帅送到我这里来了？啊，回少奶奶，是夫人的吩咐。夫人说少帅醉成这样，回屋里没人照顾不行。啊，白小姐那边也不合适。对，还是送到您这儿最稳妥。夫人还特意交代，务必请少奶奶您费心照料。我这个婆婆，我知道了。把她送过来吧。那我们就先告退了。少奶奶辛苦了。少奶奶辛苦了。醉得这么厉害，脸色似乎不太对啊，必是受了风寒又饮酒，引发高热。老爷，你听见什么没？好像有说话声，是不是元妃醒了？有神，好像是有动静，但这混小子是不是真醉了？别委屈了令仪。你懂什么？酒后人最容易吐真言，这要是真成了，咱们得在这儿听着。
万一那混小子耍酒疯，我好冲进去揍他。哎，怎么好像没声了？父亲、母亲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是担心少帅吗？我和你父亲刚好路过，就想要看看云飞怎么样了。这睡下了就好了。是。令姨呀，辛苦你一下，好生照顾着，务必要照顾好了。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公公和婆婆有点可爱。这下耳根子总算清净了。少帅既然醒了，就回房休息吧。回哪儿去啊？这不就是我的房，我的床吗？再说了，母亲大人刚刚可是吩咐过，让你好好照顾好我。夫人赶我走，岂不是抗命了？少帅看起来不需要照顾啊。谁说的？我头突然好像有点疼。需要夫人帮我按按。少帅若是头疼，妾身可以给你扎几针，保证立竿见影。扎针就不用了，不过刚才多谢了。少帅指的是没在我爹娘面前拆穿我，还有配合的不错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少帅可以休息了。我去榻上睡。这桩原本令我排斥的婚姻，似乎开始变得有点意思了。小姐，按您的吩咐，消息已经散出去了，现在外面都在传，说周姑爷才高八斗，是本次公派留学考试内定的榜首，胆山内定的事儿。我那位好妹妹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二小姐高兴的不得了。这2天在周家，逢人便吹嘘，说周姑爷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。光是外面的传言还不够。秋月，去备份礼，以我的名义送到周府，恭贺周姑爷前程似锦。小姐，我们还给他送礼去啊？去吧，礼要选择扎眼线。嗯。娘，你看，连沈令仪都送礼来巴结我。她肯定是知道立川要一飞冲天，她那个纨绔丈夫靠不住，想来讨好我们。哎呀，这分量，曼姿，看来立川啊，这次真是10拿9稳了。你以后可是官太太了，可千万不要忘记你娘家人呢。那是自然，等立川当了秘书长，我看谁还敢小瞧我们。沈令仪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少帅。府内探子报，少奶奶近日让她的私人丫鬟秋月暗中散布消息，称周家姑爷周立川此次公派留学考试必中榜首，且已被内定为未来行政院的秘书长。他竟然是主动去捧周立川，我这位夫人恐怕没安什么好心思。既然夫人想把这出戏唱得更热闹些，那我们就帮着敲敲边鼓，让你手下的人也帮着添一把火，把这个消息放得更真一些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我倒要看看你这把火最后会烧出怎样的一番光景。顾少，计划我做好了。按照我们最开始的约定，我帮你演戏，你支持我创业，赚的钱咱俩平分。如今这顾家是我夫人在当家，你把计划书给她，让她给你批钱。给她看？她一个封建，一个养在深闺的千金小姐，懂什么？白小姐，我虽然看中你的才能，但你若是再这样不尊重我夫人，这生意不做也罢。顾云飞，你……他竟然为了沈令仪做到这个地步！行行行，你是资方，你说了算。我这就去拿给他看。
小姐，二小姐突然请您去茶会，可并没安好心，想炫耀周姑爷的事儿，咱们还是别去了。为什么不去？去了岂不是白白受奚落？他越想炫耀，我就越要去。只要他爬得足够高，摔下来就足够痛。准备一下，我们去茶楼。这场戏少了主角怎么能行？所以说呀，这人的命天注定，该是谁的富贵，躲也躲不掉。那是自然，周先生大才，将来必定会鹏程万里。周太太，你就等着享福吧。呀，姐姐来了！各位太太，瞧瞧这位是谁？这可是我那好不容易才请来的贵人世盲的姐姐。妹妹相邀，怎好不来？不知妹妹今日特意设席，说是有要紧事相商，所谓何事？姐姐，妹妹只是怕你在帅府深居简出，怕你太闷了，出来散散心，顺便沾沾我的喜气。毕竟这种喜事可不是天天都有的。是啊，是啊，周先生高中在即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，都传遍了。周太太真是好福气，让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呢。我家丽川这次10拿9稳，说不定到时候啊，还能帮衬帮衬顾少帅呢。哦，是吗？听说这次考试藏龙卧虎，能人辈出，结果未出之前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妹妹，你还是谨慎些为好，话不要说太满，免得到时候脸上不好看。沈令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嫉妒我马上就要做官太太了？你那个纨绔丈夫，连我家丽川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只是好心提醒，妹妹为何如此激动？莫非自己心里也没底？沈令仪，我没底，你敢不敢跟我打赌？赌什么？就赌我家丽川会不会是榜首。若是，你就当众下跪，承认你不如我，永远都不如我。若是妹夫不幸落榜了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家丽川怎么可能会落榜？如果落榜，我就当众给你下跪，奉茶认错，并且承认我自己有眼无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今天在场的所有太太都听到了，但愿妹妹不要后悔。切，恐怕后悔的人是你吧，沈令仪。你就等着当众出丑吧。切，装什么清高？过几天就让他看看丽川有多厉害。白小姐在这里等我。顾少说顾府是你在管家，要我拿给你看。你看完了吗？赶紧批钱吧。这钱我不能批。沈令仪，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我这生意的投资是顾少早就答应好了的，问你不过是走个过场。既然现在帅府的账由我来管，我就不会做赔本的买卖。哎，你说我这计划会赔钱？白小姐的想法确实很新颖，可惜没有考虑过实际的问题。白小姐所说的欧玛卡色，大部分所需要的食材全都是海鲜类的生食，封城不严海，可有想过在运输途中如何保持新鲜的问题？用冰块不就行了？那得花多少成本，你知道吗？白小姐的创意确实很有意思，我很期待白小姐能拿出一个更好的计划。在现代，我是一个加班写计划书的人，没想到穿越来了民国，还是一个加班写计划书的人。沈令仪，你这个万恶的甲方，我就不信100年后这么多赚钱的买卖，我还玩不转民国。怎么还不开始啊？放心，榜首肯定是你。相信自己。沈令仪，你居然还敢来？你是来自取其辱的吧？不过现在你可以有后悔的机会，只要你当众承认你不如我，
我们的赌约就不作数，怎么样？妹妹说笑了，赌约既立，岂能当儿戏？我是来见证妹妹妹夫金榜题名的荣耀时刻。那是自然，立川的才华也不是你那个纨绔老公可以相比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你我之间就是云泥之别。哎，这是不是啊？来，看，有没有啊？是啊。下面开始公布入围考生名单。第10名王逸晨，第9名李安安，我也中了，太好了！第4名李文涛，我中了！怎么还没到啊？最重要的消息肯定要最后才宣布。对，不急啊！下面公布这次公判留洋考试前3甲。第3名陈楠，第2名王林。榜首肯定是你，立川。榜首是周。沈令仪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家立川才是榜首，你输了，你给我跪下！立川，你才是榜首。周立川不过是一个庸才，上一世如果不是因为有我帮他，他怎么能当上榜首？肃静！你谁呀你？啊，懂不懂规矩？在这咋咋呼呼的，我名儿还没念完呢，有辱斯文。念没念完有什么用啊？反正最后榜首肯定是立川的。榜首是周立涛。错了！是不是写错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周立涛是谁呀？不是周立川，刚才那女的喊那么大声，这是丢死人了。就是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是周立涛啊？不应该是周立川吗？肯定是你搞错了，黑幕，一定是黑幕。说，你是被谁给收买了？你竟敢抢我夫君的功名！不信，我不信！是你，沈令仪，你嫉妒我，害得我家立川落榜。你这个毒妇，我打死你！闭嘴，疯妇！还不嫌丢人是吧？打得好，老子忍你很久了。污蔑考官，扰乱秩序。哎，别走！大人且慢啊！大人，快点！你说句话呀！她可是你亲妹妹呀，你忍心看她被大人带走吗？替她向大人求个情啊，帮帮你妹妹，求你说话呀！动手，干嘛呢？沈曼子，我早就不是上一世那个任你欺负的沈令仪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身边的人。等等。哎呀，大人，我并非求情。方才在场的诸位都听见了，我与他有赌约在先，如今成绩已出，你欠我的跪拜认错，是不是该还了？你沈令仪，逆女呀！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她可是你亲妹妹。毒妇，你这是想逼死曼姿吗？老爷，你看看他。令仪，废什么话呀？动手啊！一个两个愣着，你看，快点！哟呵，这么热闹，看来爷来的正是时候啊！大人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啊？我夫人刚刚受什么委屈了？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指着她的鼻子骂？原来是顾少帅啊！我刚刚好像听我夫人说有什么赌约没有履行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？嗯。那还等什么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赌输了就得认栽。沈儿小姐，跪吧。
跪安磕头，奉茶认错，这可是你自个儿亲口说的。这么多人，大家都听着呢。少帅，这恐怕于理不合呀。曼姿已经知错了，能否于理不合？那他刚逼我夫人道歉的时候，就合理了。沈老爷子，您这心偏的可是没边儿了。要么他自己跪，要么我让人帮他。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大点声！没吃饭吗？还有茶呢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请你原谅我。这杯茶我受不起，喝了折寿。行了，赌约结束了。大人，您公务繁忙，该干嘛干嘛。这干扰公共秩序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我们大帅绝不干涉。走，大人，黎川，救救我！妈，他知道错了呀！黎川，救救我！妈，走，黎川，救救我！少帅，曼姿也按你的要求下跪认错了，他已经知错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让人把他带走啊？是啊，少帅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放了曼姿吧，他都已经知道错了。不是，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可是严格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况且，我什么时候说过，他跪了，我就要帮他求情啊？带走！不要，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们回家，这乌烟瘴气的，别熏着你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还好少爷及时出现。岂有此理！好个沈曼姿，好个沈家，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辱到我顾家少奶奶头上，真当我顾家是你捏的不成？跳梁小丑，哎，令仪这孩子受委屈了。老爷，这事儿啊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夫人说的是，去打点一下，让你们的人好好关照一下沈二小姐。我顾振伟的儿媳妇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少帅，沈曼姿已收押，让里面的人好好照顾她。我顾云飞的夫人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。是。小姐，上次你给白露薇做的买卖批了钱，今天可开业了，他连请柬都没送来一张，这也太不尊重你了。你就不该给他批钱。我不过是公事公办，既然有利可赚，为何不批？去备车，我们也去瞧瞧新鲜。好。顾少，您能来我的小店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微微开店，我怎么能不来捧场呢？瞧瞧这新鲜玩意儿，也就你这么聪明才能想得出来。那是，保证全程独一份儿。哟，少奶奶真是稀客呀！怎么也对我们这种小打小闹的地方感兴趣？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，白小姐的店装修的新颖别致，特来鉴赏一番。那你可来对了，你虽然看过计划书，但也没亲眼见识过这新鲜玩意儿。我跟你讲讲吧，顾客需要在限定的时间内，通过破解谜题和机关逃出密闭的空间。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、刺激、烧脑。这种娱乐模式讲究的是体验感和智力挑战，和府里那些听曲看戏的消遣可是两码事儿。显摆什么？理念倒是新奇，不过机关设计是否有经过严密的安全测试？若是玩家在惊慌失措中摔倒，或是机关失灵把人困住，店内是否有完善的应急或者医护措施？
少奶奶多虑了，这些设施都是我精心布置的，出错的几率很小。几率小不代表不会发生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即使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营生，更是要考虑周全。少奶奶提醒的是，我会注意的。她一个旧时代的女人，怎么会懂这些？主题非常新颖，但是在昏暗的灯光下，道具和机关的安全隐患，我还是非常担心的。她怎么观察的比我还仔细？这微微第一天开业，图个新鲜热闹，有点小疏漏在所难免。少奶奶真是心思细腻，提的那些问题我会考虑的。游戏构思巧妙，小小意见仅供参考。我们走。密室逃脱生意不错，但就是前面投入成本太大，现金流有些紧张。顾少让我来找你，我想从府里预支3个月的份例银子周转一下。支出款项需要明确的账目与用途说明。秋月，把白小姐店里的账目拿来。机关定制费用占比过高，且多家供应商报价悬殊，成本模糊。装修款项支出巨大，细节缺失，即使体验项目完全投入，维护成本也需留有充足。没想到沈令仪不仅懂安全细节，看账也如此厉害。开店初期都是这样的，需要投入才能扩大市场。现在商业讲究的是规模和口碑，不能太斤斤计较这些小账。开源亦需节流，预支可以，但需留下字据，明确还款时间，并且从下月起，你的账目每旬都需要送到帅府核查一次。建议你聘请一个专业的账房理清收支。行，就按少奶奶说的来，字据我稍后送到。夫人今日去查了陆威的伤。分内之事，帅府的每项进账，无论大小，都需要账目清晰，用途明确。那夫人觉着陆威折腾的这生意能成吗？点子倒是很新奇，或许能够热闹一时，但经营之道必须长久，根基稳固远比概念新奇更重要。银钱之事，不容糊涂。夫人，告诫。少帅，怎么了？陆薇小姐的密室逃脱店出事了，因一处机关故障及现场疏导失当，致多名玩家受惊受伤，有碰撞淤青，还有一位夫人因受惊过度而引发了心悸。现在他们都聚集在店门口，要讨说法。说法？去把这件事情不经意的透露给少奶奶，就说店门口闹得厉害，恐殃及帅府声誉。少帅的意思是请少奶奶出面。这次你又会怎么做呢？疼不疼？你就说怎么办吧。大家先冷静一下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们的机关都是经过测试的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我夫人就是在你们这黑店被机关给吓的，现在她心口还疼得厉害，要出什么事儿，你担得起吗你？对，还有我弟弟的胳膊被掉下来的道具划伤了，赔钱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对，赔钱，赔钱，不给个说法，赔钱，谁少了啊？大家先冷静一下。等等，诸位，我是帅府少奶奶沈令仪，此事帅府已悉知，
万分抱歉让大家受伤，帅府一定会负责到底，绝不推诿。秋月，药香。是。忍着点啊！一会儿就没事了啊。我已帮大家简单处理。秋月，把仁济堂的李大夫请来，对所有受伤患者详加治疗。所有诊断费用，帅府将一并承担。另外，今天到场的所有宾客，帅府将会给予3倍的体验补偿，以示歉意。即日起，本店将暂停营业，彻查所有机关措施，整顿完毕之后再做定夺。所有设计维护人员不得离场，配合调查。若发现任何人玩忽职守、安全疏漏，帅府定当严惩。来人，与巡捕房的诸位沟通一下，维护现场秩序，莫要惊扰邻里。是。帅府一定会妥善处理，绝对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少帅，需要咱们的人介入吗？不必了，告诉我们的人撤回来，后续一切全力配合夫人指令。走吧，今晚的行动不能有任何差错。小姐忙了一整日，连口水都没喝上，快歇歇吧。姑爷，有人追我。秋月，下车守着，无论谁问起，都说我在车上休息。有人靠近，大声示警。哦，好。把衣服脱了。顾云飞，想活命就听我的。快！烧毁侦捕要犯，所有车辆都要接受检查。不能过去，我家小姐在车里休息呢。家小姐是什么人啊？什么人都得检查。哎呀，起人，你们真是无理！别过去，都说了只有我家小姐。起来！配合我。你们，让开！都说了我家小姐在休息，你们这些东瀛人也太无理了。两人在车里笑，玩的还挺花。少说废话，赶紧往前追。你的伤得尽快治疗。秋月，把我的药箱拿过来。是。顾云飞，顾云飞，你醒醒，看着我，你醒醒，你不要睡觉。顾云飞，顾云飞，小姐。秋月，去门口守着。是。被安排的宿命乱了剧情，不该这样结局，无法开口再直视。我看谁敢欺负我夫人，只要有我在一日，便不会让她受人欺辱半分。顾云飞，你醒醒！你不是风城无人敢惹的少帅吗？你不是纨绔不清，谁也不惯了吗？你怎么受这点伤就受不了了？顾云飞，你听着，我审了以仪的夫君，
没有那么说，我不准你死。好了，坚持住，药效马上就会起来。坚持住，顾云飞，我陪着你。随空气流窜，接踵而至的是命运的墙，一度又一度轰然塌方。谁顽抗，谁倔强，谁期盼在裂缝里祈求呼唤，支撑某种信念，托起不屈服的心脏。你就没什么想问的？少帅若想说，自然会说；若是不想，问了也无益。外界揭穿我顾云飞是个只知道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，这并非虚言，至少不全是，这是我刻意为之的伪装。如今局势动荡，内外皆敌，国家树大招风，老头子的腿也是因此着了别人的暗算。我若表现得锐意进取，只怕早已成了众矢之的，寸步难行。唯有假装沉沦，才能麻痹敌人，按住目击君子，积攒力量，以待将来必不可免的为国之战。我明白了。没有惊讶，没有恐惧，短短4个字，却仿佛有千钧之重。沈丽仪，你为什么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呢？沈令仪，我的密室逃脱你说关就关，连声招呼都不跟我打。白小姐，在你差点闹出人命之后，你觉得你有资格向我提意见吗？若非我及时处理，顾府的声誉将会被你毁于一旦。是，我是疏忽了，但你一棍子打死，直接关店，根本就是看不起我，处处针对我。针对你，白芦苇，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如今你闯下大祸，你还好意思来质问我？好，我说不过你，反正这顾府是你沈令仪说了算，你看不惯我，我走就是了。滚，赶紧给我滚，滚出顾府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休想踏进顾府半步。沈令仪，我们走着瞧。沈二小姐，我们店已经暂停营业了，你要是想玩，恐怕得改日。白小姐，你甘心吗？你甘心被沈令仪那样一个只懂后宅手段、处处不如你的人管束着吗？你这个密室逃脱多好的点子，就这样关了，他哪里懂你的才华？二小姐有话不妨直说。好，白小姐快人快语，我想跟你合作，你出点子，出管理，我出本金与人脉，我们联手赚钱，3、7分，你7，我3，如何？二小姐的提议很诱人，不过我总得知道二小姐为何如此笃定我能帮你赚钱。我们似乎并不相识。自然是因为上一世我亲眼所见你赚了不少钱呢。我自然是欣赏白小姐的能力，在这风城里，像白小姐这样有才华的女子可不多见。多谢二小姐抬爱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告辞。哼，装什么清高，
我就不信你能一直甘心被沈令仪压制。母亲，哎，好孩子，快坐。事情呢，我已经听说了。对付那种不安分的人，就该如此干净利落。母亲言重了，我不过是依府规办事，维护帅府清誉罢了。妈知道你受了委屈，眼下那个碍眼的已经离开了，你和云飞之间啊，就再无隔阂了，正好可以好好培养感情。云飞那孩子就是贪玩，心不坏。你呀，多担待，多上心，早日为我们顾家开枝散叶才是正事。母亲，这事顺其自然就好。什么顺其自然？哎呀，得主动些，听妈的，准没错。培养感情，开枝散叶。小姐，嘘，少帅刚睡着，不要吵醒他。小姐，过几日就是您的生辰，需要奴婢提前准备什么？不必特意张罗，就按往常一样，你陪我吃点简单的长寿面就行。小姐，您可是顾家的少奶奶，如今不同往日了，怎么还能像在沈家时那样？自从夫人去世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记得过你的生辰，每年都只有秋月陪着你。如今有少帅，还有老爷夫人，该好好办一办才是啊。习惯了，你去准备一些我们喜欢吃的点心，其他人不必惊动。可是小姐，去吧，按我说的去做。是。生辰，他竟然从未提起。每年只有主仆2人，1碗长寿面。沈令仪，你过去在沈家，到底还受了多少委屈？你说，这女人一般都喜欢什么？少帅居然会问我这种问题，难道是要送给白小姐赔罪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问你也是白问。女人都喜欢浪漫。浪漫。小姐，面要趁热吃。秋月祝您生辰快乐，岁岁安康。谢谢你，秋月。小姐，你快来看，这是。这位美丽的女士，不知是否有这个荣幸，能邀请你跳一支舞？生日快乐，令仪。令仪，我知道过去的岁月未曾厚待你，让你受了太多委屈。那些被遗忘的生辰，那些无人问津的冷暖，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了。这星辰灯火，如同我心，只为你一人照亮。往后的每一年生辰，
每一个四季，我都想陪在你身边，护你周全，免你惊扰，让你欢喜。沈离仪，我心悦于你，不是合作，不是权益，只是我顾云飞心悦你沈灵仪，你可愿意将你的余生交给我？梦境间熟悉陪伴的我做护你的晨曦，有颗心依然停留在原地，把回忆诉说成私语，以我之名做契约刻在生命里，将时间细数兑换成约定，以我之名把思念燃烧成灰烬，风未停，像你给的回忆，以我之名把思念燃烧我梦见过你，梦见过这一切。风未停，像你给的哎呦，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们怎么一起来啦？夫人，昨天下去了上山。真的？太好了，这才对嘛！妈就等着你们给我生一群孙子孙女了。岂有此理！东瀛人借故挑衅，好击我防区，前线急电，命我部火速增援。老爷，您的腿伤，国难当头，老子就是爬也要爬到前线。父亲，我与你同去。好，顾家没有孬种，即刻整军。是。云飞，照顾好你爸，更照顾好自己啊！等我回来，守住我们的家。上一世，云飞上战场后没多久，就传来了战死的消息。这一次会不会？可我没办法阻止他去做正确的事。必不负所托，盼君平安。小姐，快歇歇吧，忙了一整日了。战事开销巨大，父亲和云飞的军需不能断，府中各项产业须得调整，银钱调度更需要精打细算。周立川近日有何动静？还是那样，和那几个东瀛商人走得很近。小姐，还要继续盯着他吗？越是艰难时刻，越要防止小人。继续看着，一有异常立刻报告。把这个给沈令仪送过去。你真的要让沈令仪来？现在顾云飞和顾镇北都在前线，生死未卜，谁还会给他撑腰？白小姐，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赶出了顾家？现在正是我们双双联手的好机会，让他尝尝什么叫做从云端跌落的滋味。我会送到。立川，东营那边谈妥了吗？你肯定东瀛会赢吗？顾家军在北方根基不浅，
这场仗，东瀛人肯定会赢，顾云飞一定会死在战场上。夫人，少奶奶，前线急报，少帅他率领的先头部队遭遇重兵埋伏，血战数日，最终全军覆没。少帅他力战殉国了。夫人，云飞，你说过要我守住我们的家，我答应了你，就一定会做到。小姐，这是白露薇和二小姐送来的，他们要重新开那家密室逃脱，搞了个重新开业庆典，特意邀请你去。这分明就是知道少帅，他们就是不安好心，想要开您的笑话。咱们别去。不，必须得去。小姐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退，退了，他们就会觉得顾家真的倒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把我们踩在脚底下。夫人，少帅走之前吩咐属下，无论出了什么事，一切听凭夫人调遣。属下誓死护卫夫人与顾家安危。属下知道夫人一直在调查周立川，经过调查，发现周立川近期动用了巨额资金，通过数家空壳公司大量采购特殊物资，而这些物资的最终流向，都指向了东瀛商社的货仓。这数量远超寻常商业用途，这分明是在给敌方囤积战略物资。是，而且他的资金链似乎非常紧张，试图抵押周家与李知源的私产，换取大量现金，动作非常急切。继续查，务必探清他的下一步动作。是。秋月，去准备一下，明天我去会会他们。顾夫人，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白小姐既然亲自邀请，我怎会不来？只是不知今天这出戏唱的是哪一部？自然是好戏。夫人是聪明人，应该明白，有些游戏一旦开始了，就没有中途退场的道理。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有想过要退。这是今日为你量身定做的局，你是主角。你扮演的角色是姐姐。顾夫人，喝了这杯茶，戏就开场了。这杯茶算是我为之前的冒犯赔罪，也希望夫人能既往不咎。希望今天这出戏不要让我失望哦。那么，祝您游戏愉快。姐姐，我为你准备的这份惊喜还喜欢吗？你看，礼位上的名字都给你刻好了，是不是很贴心啊？沈曼姿，装神弄鬼，故弄玄虚，这就是你全部的本事吗？沈令仪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嫡女架子，这就是你最终的归宿。白小姐，现在是你报仇的最佳机会。你还在等什么，白小姐？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羞辱你的，怎么把你赶出顾家的？报仇，十二小姐，你的剧本是不是拿错了？你要干什么？白露薇，你疯了吗？他没疯。沈曼姿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，
这个剧本从一开始就是为你而写的。到现在你还不明白，这个剧本从一开始就是为你而写的吗？石令仪，我是来道歉，也是来道谢的。昨天的事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及时处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情过去便罢，你所长奇思妙想，敢于开拓；我所长缜密周全，善后维稳。两者并非对立，不可互补。互补？你不是应该很讨厌我才对吗？我为何讨厌你？相反，我很欣赏你的胆识与能力。一个女子无依无靠，敢想敢做，在这世道试图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立足，这种勇气并非人人皆有。谢谢，谢谢你能这么说。对了，有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你妹妹昨天找过我，她想拉拢我，和她一起对付你。看来她又想利用前世的记忆。白小姐，想不想赚笔大的？你们是不是还忽略了一个人？哼。令仪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要是乖乖配合我的话，我或许能给你一条生路，做个伺候人的女奴，怎么样呢？啊？那也得你有这个本事才行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顾云飞已经死了，我看谁来救你？谁告诉你我死了？让你失望了，周立川。我没死，正好回来清理门户。和你勾结的那些东瀛人都已经被抓了，拿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没死？沈曼姿，你以为你重生了就可以去改变这一切吗？你真蠢！沈令仪，原来你也……沈令仪，原来你也……带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走！放了我！得，单身狗的自我修养，我就不当这个电灯泡了。我回来了，令仪。这是新婚之夜被我撞掉的红盖头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这次在战场上，我命悬一线，九死一生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全都是你。我最大的遗憾和悔恨，就是没有好好的迎娶你。沈丽仪，过去的错误我无法抹去，但未来的每一天，我都想弥补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深爱你的心无处藏匿，印刻着处处都是你身影，反反复复就让我一个人去压抑，沉迷然后又清醒，你无需知晓。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你好美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良辰美景，佳人当前。夫人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深爱你的心无处藏匿，印刻着处处都是你身影，沉迷然后又清醒，你无需知晓我的秘密。